Hello， 今天我这个到我朋友的那个厂里来逛一圈啊，看看他们这个厂里面最近怎么样。他是开这个钢板那个机械加工的一个厂啊，算是一个设备厂，对吧？正好我没事嘛，到他这里来吃东西、逛街，然后问他一下最近这个他们厂的情况怎么样，参观一下。对吧？啊，他们这里设备很多啊。这个是什么设备啊？冲床。这个是这个冲床，老的一个冲床啊。挺有意思的吧？就是它下面有个形状的，然后把这个钢板啊上面去冲一下。对吧？这个是数控冲床。啊？数控的冲床，也是数控车床。像这个是什么价格来买来？80万。哦，80多。80多万啊！挺大的。你这里有多少个设备啊？10多台吧。不得了啊！那个呢？那个也是数控车。对，这个也是数控冲床。后面那个是折弯机，对吧？这个是折弯设备，这个我知道的，就是这个钢板啊，拿在这个，那他们下面有把刀的，然后钢板把它放在上面，把它折成90度啊，或者多少度的这个折角。这个是多少吨的？320。320吨。来看看呐，这个是这么折的。折出来了，这是零件啊，就是这么加工出来的。这个也是一台冲床，哎呦，很老了。它这个设备特别多啊，这个投资真的不小啊。这个是剪板的，专门剪那个钢板的，剪钢材钢板的这个机器。这个买来你是二手的还是新的买来的？新的，我们这设备怎么看上去有点旧了嘛？使用的时间长了。对吧？还有焊接的，这里还有焊接工人。所以说做这个钢材啊、钢板类的东西啊，真的不容易啊，有各种各样的工序。你看复杂吧？焊接完了，这个我以前也做过这一类的工作啊。这个要看这个焊接的焊缝啊，这个焊缝做得好不好，是不是鳞片状的，有没有虚焊，对吧？这个都是就是说工艺啊，就是比较繁复的。然后呢，这种检查也是很严格的，万一这个管子啊有虚焊的地方啊，要水啊这种压力很大的东西要漏出来的，所以这个可以看一下这里的管子。你看啊，这个鳞片状的啊，这个焊出来就是要很好看的，像一片片鳞片状的，这个对吧？鱼鳞纹，对吧？里面他们检查的人啊，如果他们是有人来检查的，做完工了以后有人来检查的，有没有虚焊啊什么的都要很仔细的，所以焊接是很难做的，做得好很难。氩弧焊它这个是，很难做的这个激光切割机大了，这个激光切割机大概要5米长了，6米了啊，宽2米。还真的是，你这个设备还真的多啊。什么都有。对的，这个是一个水处理系统是吧？是的，是我们做的成套处理系统。那是现在怎么不用啊，还是怎么样？经济不好呀，我们之前做的成套的系统，锁掉了，您进来看一下。这个是可全部控制的可视的控制系统，控制后面所有的单元都可以用。有什么用呢？这个是处理污水、工业废水的。你这里有污水啊？怎么会有污水的？这个是我们做其他项目的时候用的。就是今年不是19年的时候，我们做跟那个北方的一个中国的，反正知名的吧，最知名的有那个叫什么采油企，那个采炼销售的油企啊，跟他们
准备做了个项目，都谈好了，实验都做好了，结果到最后，哎，疫情了，20年，然后整个订单就没了。飞了。那么这个东西做好了，就等于说堆在这里了，然后就一直扔在这里啊，那咋办呢？那就没有用了啦，吃灰了啦，是吧？啊，对，养鱼可以，欢迎大家把鱼放过来养。哦，这样。整套东西做了一做，当时做了做，花了27、8万吧，然后里面的后期的不停增加的那种自动化系统，又花了大概7、8万。那么27、8万，后来这个钱是收回来了不啦？毛都没收回来一根。好了，反正就当样品呗，就扔在这。又是一个废品，然后做完了以后，没有，这只是一个，其实它是一个单元，就是整合性的单元，所有东西都集合到一起了。主要它做的是呢，那种实验，做实验中式用的实验，比如说是这大规模开始生产之前，需要先用这种设备来试一下，到底方法可不可行。到最后就项目告吹了嘛，这个东西也没了。那么就是你损失了了，是吧？那肯定的，光做这个项目，不算这台设备啊，那个当时到现场做实验做了将近100万花了。然后还这台设备又前后投了大概30多万，40万不到。就没了。没了呀。能有啥？这个机器都是你买的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机器不是你买的，部分买的，部分自己做的。部分自己做的。那买的钱收到了吧？买的钱没收到。买什么？这是我采购进来的，收什么钱？你采购进来，然后我当然付掉了咯。对方没有给钱了，等于说。对啊，就是现在卖不出去啊。好了，那又结束了。我看看上面好像都是你做的，连上面这个格栅也是他们做的，是吧？对，支架，你看到所有东西只有一个东西不是，那就这个。这个拖泥机不是我们做的这是外面采购的，其他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电器元件我们外采的，管子啊、塑料东西都是我们买的。对，泵啊这种东西都是我们买的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其他的钢的东西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整一个水处理系统。它其实主要的不是说成本是这个，主要是调试，不停的在调试里面各个东西，把它调试到稳定，这些钱也不少的。就等于说这个订单没有收到钱，等于说。对。疫情了以后，这个订单就没收到钱。全部都停了嘛，那时候，19年年底，然后20年不就开始疫情了嘛？然后就扔在这儿，扔了3年多了。那么现在怎么个情况呢？什么东西怎么个情况？就是原来采购的这个厂商就不付钱了，结束了吧？结束了呀。那么大个单位，谁知道说停就停？领导说换就换。哎呀，悲催的嘛，这个也是挺悲催的。那么其他项目还可以不啦？走吧。其他项目也不行。我到他办公室来坐一坐啊，因为他这个地方呢是也给人家加工的嘛，不可以很多产品呢是有保密协议的，所以我们不能拍的太多，这有点不方便，所以我们就这样跟他聊天了，可以吧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等于说啥都可以说。我拍自己来跟他聊天。哎呀，那现在这个情况不是很好了，就是说，情况好不啦？现在这几年都不太好啊，特别是去年嘛又关停又怎么样的，那这个疫情弄的都是大家都不太好过吧。那么现在厂里面有多少个工人啊？现在最近的话大概是有18个人吧。18个人也不少了。不算办公室，办公室还有5个。那么23个加在一起。那你现在一个月工资要发多少钱啊？大概？20多，30不到一点点。20多万到30万。业务接得到了现在。业务嘛有呀，你知道中国现在状况啥？就是卷呐。卷得要死啊！你有的时候做的单子你还人工都打不回来，那怎么样？你有便宜，人家有更便宜的。这个地方就不适合干活。恶性竞争了，等于说现在就是恶性竞争了，对吧？恶性竞争。而且你这个设备不得了，设备有这么多台，这个设备当初买大概300-500万最少要有的。
哦，这肯定有的。那现在这个，那等于说是开也不是，关也不是嘛，对。是的。开也不是，关也不是，这个比较头疼啊，这个事情。不是说经济会好吗？等呗。这个东西，这不知道是哪年哪月的呀？现在，那么现在后面的订单怎么说呢？后面的订单，我们做的行业呢比较特殊，就是也不方便说，反正就是跟化工就是这种有关的。那后面几年经济不好，对大宗原材料这种特别是这种大化工原材料的需求肯定会疲软。那后面2年应该也不太会好，至少我们来看吧，2年不太会好。你这个是有滞后期的是吧？是的，刚开始经济不好的时候，大家都开始来维修啊啥的。等到后面全部停工，新建的项目全部停工了，或者是造了的，那么大家慢慢造，不急。没造的取消或者延期。那么现在在做的有几个项目了？因为你这个18个人，你算你这个18个人一个月大概就满打满算大概30万嘛，你这个一个月至少得要做。你那个房租贵啊，上海的房租贵啊。啊，这个地方挺偏远的，房租怎么会贵了？上海基本上都接近杂七杂八加在一起都要1块了，1块钱1平方一天。你多少个平方啊？3000不到一点点，2700多。就你就这么算吧，算它2800一天。2800一天，一个月嘛就是。简单一点，3000按3000来算，你乘以365，100万。100万一个。100万出头，出头一点点。100万一年，加上这个工资，主要是工资啊，100万一年嘛就是10万一个月了，对不啦？8万一个月，8万一个月。那么加上工资，对吧？那这个成本至少38万了，38万你要做多少生意？那你还有其他东西嘞，还有其他的费用，杂七杂八的。你这工厂就不可能就靠这2个呀。你这什么电费1个月，对吧？你少一点1万多也要有的。水电1万多是吧？还有其他的水电对的，电厉害的，水电1万多。那么当你40万一个月成本了，就是基本运营的时候，我们是这样的，我们人多的时候有50多个人。那你这个项目不是要做的很多才能够回本吗？是呀，但是很多人家现在竞争对手也好，市场上的行情也好，都不足以支撑这些呀。大家都在你便宜，我能做的比你更便宜。只有那个叫啥？没有最便宜。对，只有更便宜，没有最便宜。哎呦，这个真的是，这很多价格是看不懂的。这个我都想，这个价格怎么做啊？但他们能干，还干得很开心的。就现在是，不是说吃肉喝汤的问题，你啃骨头都不一定有。对的，只要能养活人啊，什么都肯干。就至少你这么说，这么理解啊？按他的理论来说是这么理解的，就是我干了，至少我少亏一点。我呢还好，就是比较佛系，能干就干。价格嘛，你说低一个5%我也能接受。你知道制造业也就是8%到10%这样，8到12%差不多吧。平均来说，净利润。那你说跌掉个5%、7%，那还能接受。你他妈跌到个20%咋干？对。我们这个行业，而且一直都在利润都在减少。20年价格，我不说利润啊，我说售价跌了20%，22年又给你跌了15%。明年能度过不啦？看天呗。明年也挺痛苦的，反正。明年应该不好过，但是大家都觉得明年可能会有什么问题，这是总体大的环境嘛。但是应该怎么说呢？活呗，就是挣扎着活呗。而且你如果活不下去，这个设备的钱也拿不回来。不是这个设备的钱，告诉你，在中国现在，特别在上海这种地方，不是设备的钱，你要关厂，最大头是他妈赔这些员工的钱。我家里的工厂，另外一家工厂也刚关，赔了多少？你知道，一个人平均来说7、8万，你要给他们，就是你要让他们走，还得7、8万，然后这个很不公平的一个事情。他想走，老子不干了就不干了，我找他也没用，工钱照付是吧？那我让他你别干了，不好意思，来
我做了多少年，你给我多少钱。是的，对的，这个赔起来厉害了，那不赔可能啊，不太可能。可能你进去呗。要进去的，把你资产拍卖掉。那你不是有限公司？对啊，那你的资产你先把设备所有的原材料拍卖掉，给他们，完了以后剩余是你的。如果完了不够啊，那你当时签的是多少的那个投资款？你的注册资金是吧？你把它从口袋里掏出来，先要把他们给安抚好，让他们不闹事啊。然后反正人家人多嘛，我们就一个无所谓对的，我们闹事也就一个。人多闹事起来比较有群众性。那这属于群众事件。那个开场，所以说开场真的挺痛苦的。现在的情况啥呢？开场容易，关场难。然后这个只是说你在物理上把厂关掉是这个情况，你还有软的嘞，你要把之前是现在追溯多少年我忘了，反正追溯很多年，你的税务先理清楚。所有的你的欠款什么东西，你的税务什么全部理清楚，你才有合法权利可能关掉。但是这个很现实啊，如果这个撑不下去，那就没办法了。撑不下去，就最简单嘛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人家欠你钱，人家有钱的时候，那他还可以给你。那人家自己也没钱，你告法院也没用啊。就是这同理。关厂的时候，如果我1分钱都没有，那他也拿我没办法。那你问题是你这些设备什么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在公司名下的呀。设备卖得掉了，设备卖得掉。现在但是因为关厂的人比较多嘛，就是二手设备卖起来就便宜嘛。所以我最近一段时间，近1年吧，应该也没添过设备。也不想再添了，不能再添了。对。这个设备又很贵，而且这个设备一买来，像这个你说贵吧，也不算贵，有便宜有贵的，但是，你这个设备买过来，首先他要占你地方，你也不合算。多买设备也不合算，再会现在没有那么多订单，你干嘛要那么多呢？我还想处理掉几台来。那这缩小，现在只能缩小度日。缩小也不行啊，去年疫情的时候刚搬到这里来，原来我们的工厂是花园式的工厂，漂漂亮亮的，那个真的是很漂亮。当时地面什么的做的都是硬化，很贵，结果搬掉了，全便宜房东了。但是那边更贵啊，那我只能搬到这儿来。租金更贵是吧？对啊，那我只能搬到这里来，减少成本。那赚不到钱嘛，不能开源嘛，只能先节流了。所以你看现在弄得乱七八糟的。那没办法，那么只要能存活就行了嘛，反正现在这个苟活。对，我知道你是澳洲回来的，对吧？这个到了国内现在这么多年怎么发展的？这2年，这2年嘛，就这样呗，还能咋说？这个事情不太方便透露了。不是不太方便透露，不太方便说。工厂做了这个工厂这一行，我觉得深似水啊。是。然后我前2天我朋友发过我照片，没做老板前，就是衣衫光鲜，一身名牌，头似青鼠，对吧？做老板5年之后，10年之后，就是你看到就像越来越像洪七公。头发又长又不打理，反正早上起来逮到啥穿啥。对的，工厂确实是这个样子的。不过工厂以前说做工厂的发财啊，现在这个做工厂都一塌糊涂了。这个做工厂只能发梦。现在在这里只能，东南亚的工厂倒是挺不错的现在是确实。那边东南亚和南亚那块是下一个风口嘛，我觉得东南亚应该是不错的，确实是人工都比较便宜，然后又社会保障也不是那么完善嘛。那当然对企业来说，对不完善其实是好的了，不是那么贵好像。对，是我们这儿的社保太贵了，就是普通一个最低工资的社保。我举个例子我们这一个员工，比如说5000块钱的。你要给他交
我和员工一起要交社保要交2800，所以无缘无故它的成本就变成8000了。5000块钱，对的。现在上海是2800块钱嘛，今年刚调整的，调整到2800，不错。反正我们现在已经，据说我们的月收入已经达到平均线是13000，好像。这个是政府说的，我觉得蛮好的，我们经济发展的还是蛮快的。5000块钱交2800社保啊？对，工人支付是大概733块，好像是，然后多下来的2000出头一点点都是公司承担的，就是不管他在你公司干嘛，都得给。那就是说，5000块钱他自己承担大概是700多块钱，对，公司承担2000块钱。对，是。我们前段时间有个员工，摔了一下，他就是从半米高的地方摔了一下，然后肋骨骨折了。哎呦，肋骨骨折了，已经4个月没来上班了，没事就去医院开张假条，你受得了啊？你又不能辞退他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辞退他呢，还得补偿，我记得他这个是属于10级还是9级啊，忘了。那工伤辞退他还要补偿他7万，这个是叫什么一次性离职，伤残人士一次性离职补助啊，然后这还不是说还有一个补助，还有一个钱你还得赔他，就是但是你这个工作年限还得再加给他，两个加在一起大概10万多，你要把他炒掉，就一个人，等于说他休养了4个月，就是不来上班了，等于说8月份到现在嘛，没有来过，到现在没来过，这2天开始上班了，但是他上班工时比较短，现在就说，哎呀，我这里不舒服，哎呀，我那里不舒服，我要休息了，我要回去了，你又没办法，还得跟他说，工资照发了，工资照发呀。照理来说，那么你大概发的不是那么高，我记得我们发给他，他是6500的工资，我们发给他多少？我想想看，4000多，一个月，就他啥事都不干，躺家里，社保还得交啊，社保还2800了啊。这么厉害的，蛮吓人的吧？这样是啊，就这样。那么问题是说，这个人不来上班，照理来说，就是在很多的地方是。他有这个医疗保险，买了医疗保险，这个其实公司很多是不承担的，因为你买了保险。医疗你这块呢，其实确实是不承担的，是那个你的保险里面，就是给的5险里面是包含的，这个是会赔偿。但是他的一次性离职补偿金这一部分，如果他要离职，不管是他的原因还是你的原因，这部分你必须要给。那工资你也要给，社保你也要给。也就是说，你一次性离职，他比如说做了几年了，就是对，每一年他好像是 N+1啊，比如说你做了5年，那就是5个月、6个月 N+1嘛，我记得是这样。6个月的工资，等于说你一次性你就要补偿给他，这个确实是比较头痛的事情。那这个问题，这种事情多嘛？这个多怎么吃得消啊？这样子。我们工厂开厂到现在有2个，一个都是摔了一下，都是很低的地方摔了一下，不巧，一个手腕，当时前后弄了10多万，手腕就是不是骨折是骨裂，赔了10多万，然后这个呢也是，它是2根肋骨骨裂，这个到现在反正也不知道，也没结束，也不知道多少钱吧。反正到现在就4个月的工资加社保，有点吃不消啊，这样子。那去年我们封停的时候，不是2个月都得给工资吗？那这笔钱也不少啊，还社保也没不少。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风控的时候嘛，不是大家不能上班，你还得发工资啊。那是啊，那这个是国家要求的，也是应该的嘛。就是发了3年工资了。3个月。2个月，实际是2个多月一点儿，等于是怎么算是2个多月？没上班2个多月。时间嘛是3月28号。不是封控了3年嘛？不是，那个上海封控2个月的时候，去年从3月。其他时间都还能上班的啊？对。那么其他时间订单有了，那个时候订单有了。会少，对。会少一点。
再说有的时候就算有订单，你的供应链体系不稳定，哦，对的，也会有影响。有影响，但是这个影响还算好，至少对我们那行业来说还算好，不算特别。因为你制造业嘛，那我兄弟那块还要严重了，人家根本就原材料拿不到。啊，原材料拿不到啊，对，那么就等于没办法生产，被迫停工了。都是那个出口单子。所以说出口就完了，就等于说你被迫停工了，等于对，被迫停工那个停起来厉害了。而且那个时候航运不只是这个事情，你还得赔偿。还得赔偿国外客户啊。今天就到这里了啊，等一会儿他要带我去吃什么牛肉啊，他们厂里面自己做的一个烤箱是吧？啊，烤炉我做了很多烤炉，空的时候不就玩这些吗？那个烟熏炉、不锈钢的嘛，不锈钢做成的那个烤炉嘛，然后今天我们要烤牛肉吃啊，我们就先吃牛肉了。晚上烤牛肉啊，还不错吧？这个牛肉看上去是不错的，这么大块的牛肉，自制烤炉，看得到吗？看不到。看得到的。照相机其实它拍出来啊，比我们肉眼看的其实还要亮。我们已经吃的差不多了，2大块肉，5个人，还有很多肉。还有很多肉，还有鸡翅膀。